父皇执意东巡，暗藏的危机到底在何处？不能坐以避。李岩那边虽已收服，却不敢贸然行动。真到绝境，只能动用底牌了。朕意已决，3日后开启第5次东域巡守，此事由你全筹备。臣遵旨，只是陛下东域近来不甚安分。无需多言。陛下，那位丞相既有顾虑，要不要臣去敲打一番？不必，丞相忠心可见，只是过于谨慎罢了。17皇子所言极是，此次巡守暗藏危机。可陛下不听劝谏啊！方子有力森严，我怎敢贸然再提劝谏之事？父皇要东巡，这可是我们的好机会啊！殿下英明，待陛下东巡，咱们便可象形行事，稳固殿下地位。17哥那边，你多留意着点儿。定不会让17皇坏了皇子的大事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想办法劝谏父皇，阻止这场危机。检测到苍蓝帝朝即将倾覆，强仓系统后，系统，天助我也！这下危机有望化解了。速走可查看帝朝潜藏危机、未来变故。完成强国 KPI， 可抽取钟鸣将谋士。既能知晓危机，又能得强力助力，太好了！新手奖励，免费抽卡机会1次，可即刻使用。父皇巡狩在即，正是用人之际，立刻抽卡。一定要是能征善战的猛将，助我化解眼前危机。必赐之万众之中，人哪必异。末将参见主公，愿效犬马之劳，誓死随主公。殷甲将军，快请起，有你相助，抵了。
主公但有差遣，末将万死不辞。东巡之行暗藏杀机，东巡之杀机，还有人在暗中谋划。主公放心，末将定护主公与大地周全，挫败奸人阴谋。我先尝试劝谏父皇，若劝谏不成，便暗中布局。你暗中做好准备，务必护住父皇安全，稳住帝朝大局。末将领命。有银甲将军相助，我定能扭转局势，护住苍蓝帝朝。系统只知危机，却无化解之法。我无权无势，直言劝谏必遭斥责，便能慢慢得局，打消父皇巡狩之意。如今已然来不及了。巡狩箭在弦上，当务之急是护住父皇，再寻揭露回谋。如今时间紧迫，那两人必定会趁机作乱，我们需提前布防。苍蓝天宫外围灵军调动不便，奸人大概率会在巡狩前动手。这是召集暗卫的玉佩，我暗中培养了17年。末将知道，这些暗卫皆是主公亲信，战力不凡。我已下令，让他们即刻赶来会合。届时，你带领这些暗卫，与你一同暗中布防，分守苍蓝天宫及巡狩必经之路。末将明白，会合力调度人手，做到全方位布防，不留任何的疏漏。他们皆是我心腹，绝对忠诚，会完全听从你的号令。末将谨记主公嘱托，定严守秘密，全力护驾防乱。奉主公之命，召集诸位，即刻执行秘密布防任务。愿听主公号令，是令，誓死护驾，不离不弃。此次任务关乎大地安危、地朝安稳，务必谨慎行事，一切听从银甲将军调度，不得擅自行动。若有泄密者，以军法处置。主公放心，末将即刻前往苍蓝天宫，带领众人布防，定不辱使命。有任何情况，及时传信于我。一场关乎帝朝命运的暗中守护，
已然拉开序幕。大帝明日巡狩，今夜便是除掉那位皇子，再把罪名嫁祸他的最佳时机。好生守着寝宫。又做好拦截准备，不可惊扰大地。留活口，查问底细。大胆狂徒，竟敢擅闯天宫！止步！找死！杀！宫门方向为何有动静？发生了什么事？回公公，好像是有不明势力在宫门外打斗，声音不大。废物，怎么会有打斗？快去守好寝宫，我去看看。奴才遵旨。怎么会这样？我的私兵竟不是他的对手，这到底是谁？计划被破坏了，败露，大帝定不会饶了我。我得赶紧回去，装作什么都没发生。奴才察觉到宫外有异动，前来查看，生怕惊扰大帝。哦，公公倒是忠心，这般深夜还这么尽心守护父皇。奴才本分，理当拼死守护大帝安危，不敢有丝毫懈怠。公公无需慌张，宫门异动是我安排的人手巡查。公公还是尽快回寝宫值守吧，也莫要多想。奴才遵旨，这就回寝宫值守。多谢皇子告知。深夜之中，为何会有灵力波动？莫非有异动？此人是谁？身着灵铠，擅闯天宫寝宫，
好大的胆子！此乃末将亲信，特来护卫。特意安排他前来，暗中守父皇的安危。末将参见大帝，愿誓死守候大帝安危，绝无半分异心。你便是他举荐的那名将领。你私藏如此猛将，父皇，近日宫中常有不明势力隐秘往来，银甲武将战力超群，忠心耿耿，可委以护驾重任。大帝，白袍青年所言极是，此事确实需谨慎，恳请大帝重视。你所言之事，朕亦有察觉，只是未曾深究。银甲将军，你当真有护驾之力，忠心可见。父皇，银甲将军的实力，一试便知。末将愿以灵力为证，坚定不抵，忠心护主，战力必不负大帝所望。好强的灵力，这般战力确实难得。朕的卓皇子或庸碌无为，或缺乏远见，连浮光也无你这般心思缜密、有勇有谋。父皇过奖，儿臣只是一心护父皇，不敢有丝毫懈怠。玉关青年，你心中真实的想法是什么？末将恳请大帝三思，以自身安危为重。你可知罪？朕便信你们一次。巡守之事暂缓，先彻查宫中异动，做好防范。英明，奴才定全力协助大帝彻查宫中异动。白衣青年，你心思缜密，朕授予你临时处置权，协管宫中事务。银铠将军，朕任命你为宫中护卫统领，全权负责守卫事宜。谢父皇信任，定不负父皇所托，谨慎行事，彻查宫中异动，护天宫周全。末将领命，定死守天宫，护大帝安危，绝不让奸邪有机可乘。大帝深谋远虑，白袍青年与银甲将军必能不负帝所托。奴才传令士进来，草拟旨意，不得有误。奴才参见大帝，奴才即刻草拟旨意。
旨意写明，授予白袍青年临时处置权，协管公务，调动部分灵军。任命银甲将军为宫中护卫统领，掌天宫守卫。奴才谨记。御书房日常事务仍由你打理，弟媳暂由白衣青年在为保管，有异动即刻奏报。 奴才遵旨，定妥善看管弟媳，绝不敢有半点疏忽。黑袍内侍，取苍兰弟媳前来，加盖玺印，正式生效。 弟媳在此，请大帝加盖。此旨生效，你二人即刻履职，务必稳住宫局势，彻查异动。 儿臣遵旨，定不辱使命。末将遵旨，即刻前往部署守卫事宜。立刻将圣旨誊抄2份，一份留存御书房，一份传至各宫。 奴才遵旨。银甲将军，即刻挑选精锐暗卫与灵军，全守卫加强父皇寝宫与弟媳存放处。末将领命，即刻挑选人手，部署守卫。 绝无半分疏漏。另分一支人手，暗中监视那2人动向。末将明白，定谨慎稽查，不遗漏蛛丝马迹，及时向禀报处置。父皇，儿臣昨日已命银甲将军部署天宫守卫，另派人严密视天宫各处，严查暗中异动。你行事雷厉风行，朕甚感欣慰。切记谨慎行事，稳住帝朝大局，随时来与朕商议。 定不所托，查清宫中隐患，绝不让父皇涉险。大信，奴才定全力配合白袍皇子，协管公务，稽查异动，绝不敢怠。赵公公有心了，只是若敢暗中作乱，阻挠稽查，坏了皇帝朝的事，我定不饶你。 不敢！奴才定忠心护主，全力配合，绝不敢暗中作梗。恳请皇子放心，放心。朕思来想去，隐患未除，巡守的之事就悉搁置。此时稳固朝局，查清隐患，远比彰显帝王威德的巡守更重要。 儿臣谢父皇明断。父皇以帝朝为重，起来吧，继续部署稽查事宜。朕相信你定能扫清宫中隐患，稳住苍兰大局。
即刻前往安排。父皇，儿臣已将宫中布防安排妥当，尹凯侍卫也查到借巡守行刺的部分证据，但后续仍需全力清剿余党。赵瑾狼子野心，亏朕往日信任于他。你行事沉稳，没让朕失望。如今朝局动荡，隐患未除，其他皇子或庸碌，或怀不轨，唯有你勇有谋，忠心可见。朕今后需专注修炼。朕决定封你为苍蓝帝朝摄政王，总领帝朝大小事务。朕心意已决，无需推辞。你有银甲将军辅佐，远比其他皇子可靠。这既是对你的信任，也是对苍蓝帝朝的负责。末将愿誓死守候大地与苍蓝帝朝，全力辅佐摄政王处理监国事务，绝不辱命。朕意已决，不心护苍蓝，便接下这摄政王之位，全力稳固朝局。谢父皇信任，儿臣定不辱使命，全力清剿隐患，守护苍蓝万世基业。起来吧，今后帝朝大小事务便托付于你，银甲将军辅佐你，朕放心。儿职守，凡事以帝朝为重。臣谨记父皇教诲，定恪尽职守，以帝朝为重，绝不敢祸乱朝纲，辜负父皇信任。起来吧，朕去洗漱，随后召见百官，宣布决策。儿臣遵旨，恭送父皇。宫门处有打斗痕迹。巡守筹备多日，突然没了动静。今日召集百官，怕是有大变数。帝律森严，不可擅闯宫门询问，只能在此等候大帝旨意。诸位稍安勿躁，大帝召集我等，定是有重要决策，静候即可。嘘，别说了，小心隔墙有耳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谢大帝。其一，终止此次东域巡守，所有巡后筹备事宜即刻停止，不得有误。册封白袍青年总帝大小事务。定恪尽职守，不负众卿所托。
稳固朝局。其三，朕将闭关修炼，期间朝局之事，皆由白袍青年处置。大帝三思，巡狩筹备已久，怎可贸然终止？还请大帝详细。七七皇子并非长子，授予摄政大权前所未有，恳请大帝明示缘由。此事非同小可，陛下为何不允？我等皆为社稷，陛下岂能不查？陛下，请收回成命。陛下，请三思。旨意已下，无需多问，各司其职即可。扛不住便来向朕请援，莫要逞强。护好自身与朝局。浮光与世家势力若安抚不当，必生内乱，需尽快布局。众卿平身，父皇闭关修炼，朝局重任在肩。今日本王便宣布3道政令，安抚朝野。臣等遵旨。大赦天下，所有获罪者罪减1斗，唯谋逆重罪者除外，不得宽宥。黎民百姓，减税5年，轻徭薄赋，休养生息。摄政王仁政，此举必能深得民心，稳固帝朝根基。士大夫以上官职者，官修修炼资源翻倍，望众卿同心协力，共护苍兰安稳。臣等愿遵政令，同心协力，辅佐殿下，守护苍兰帝朝。臣等愿遵摄政王政令，同心协力，辅佐摄政王，守护苍兰帝朝。众卿各司其职，即刻落实3道政令。属下已安排好护卫事宜，也会持续稽查异动，护供周全。辛苦你了。浮光与世家势力之事，属下明白，定配合主公，妥善处置，稳固朝局。摄政王出掌大权便大刀斧推新政，太过仓促，不知后续成效如何。此事绝不能外泄。立即明白。正所需灵精繁多，你可知来源？这般耗费国力，浮光与世家绝非这点恩惠能笼络。父皇，儿臣推行新政，
是安抚朝野，化解积弊，非笼络人心。儿臣提议，用筹备巡守的经费填补灵京空缺。巡皇者经费，朕还想留着，日后或许会重启，不可轻易动用。父皇，巡狩已正式取消，经费闲置无用，事半功倍。你先下去吧，新政成效，朕会暗中观察，若有差池，必收回摄政之权。儿臣遵旨，定全力落实新政，不负父皇所托。巡守经费微薄，新政难以为继，终究是缺了得力人手。一个摄政登位，奖励 KPI 150点，解锁3次能臣抽卡机会。抽取3次，愿得能臣，助我稳固朝局，推行新政。参见主上。草民愿效犬马之劳，辅佐摄政王推行新政。草民宇元武愿护摄政王周全，整肃吏治，肃清奸佞。3位能臣归位，乃苍兰之幸，新政之幸。起身吧。谢摄政王。秦毅，传令下去，明日辰时，正式开朝议事。摄政王刚掌实权，不知今日开朝会有何举动？听闻摄政王身边多了几位能人，看来新政是要真格的了。辰时已到，百官入殿，朝见摄政王。众卿平身，今日开朝。臣叩见陛下。起来吧，本王知晓你往日依附旧主，今日不与你追责。摄政王，摄王真的不会责臣。本王命你任职少府司灵造室，负责改良灵具，提升灵造水平。臣遵旨，定不辱使命。鹤袍官员，你需全力配合。遵旨，臣定全力配合青袍文臣，不敢有丝毫懈怠。新政推行，不分过往，唯才是举，
共护苍蓝。臣等遵旨。点刻暗红官员，出列。怕是要追许我。姚成华参见摄政王，摄政王千岁千岁千千岁。但过往既往不咎，臣定当肝脑涂地，效忠摄政王，效忠苍蓝帝朝。本王命你即刻筹备10艘大船，船上装满灵丝、灵布、灵铜器，供黑甲武将随时出海，全权负责出海事宜，开展灵域外交，与各方互通有无，宣扬我苍蓝国威。遵令。定不辱使命，不负摄王所托。臣定尽快筹备妥当10艘大船及所需物资，绝不耽误出海事宜。臣告退。卫戍灵军统领，出列。完了，定然要追我10罪，甚至打入灵域。臣参见摄政王，求摄政王饶臣一命。黑甲武将，你未能察觉赵锦异动，罪不可赦。本王免你死罪，免除你卫戍灵军统领一职，调任地方灵军副将，戴罪立功。谢殿下饶命，臣定当戴罪立功，不负恩典。起来吧，即刻赴任，不可再犯过错。本王任命你为新负责苍蓝天宫灵军统领及京都的守卫事宜，整肃军纪，严防奸佞作乱，定死守苍蓝天宫与京都，绝不让奸佞有机可乘。没想到摄政王竟直接免去甘统领之职，这般果断，实在出乎意料。那位被贬武臣失职在先，未能察觉奸佞异动，本就该王袍，已算手下留情。是啊，黑甲将军战力卓绝，且对黑金长袍者忠心可见，由他担任卫戍灵军统领，再合适不过。为百姓安宁。往后，众卿须各司其职，尽心尽责，辅佐本王整顿朝局，共创苍蓝盛世。臣遵令，效忠摄政王，效忠苍蓝帝朝。银甲侍卫，备车随我前光府邸拜访。属下遵令。
我家殿下已前往紫宸殿拜见陛下。知晓了，你退下吧。那人竟先一步去见父皇，想必是为了摄政大权之事。也好，正好当面说清。改道回宫，随我去见父皇与兄长。臣恳请您三思，此事关乎社稷安危，万望陛下明鉴。臣愿以死明志，只求陛下能听臣一言。父皇，儿臣恳请父皇收回那位玄袍摄者的摄政大权。新政推行过急，恐引发官员不满，还请父皇命其循序渐进。儿参见父皇。浩儿来了，你兄长刚向朕进言，你们二人自行商议吧。兄长，我推行新政，初衷是整顿朝局，稳固帝朝。我已定下整顿计划，后续绝不刻意打压世家人才。臣参见大帝，参见摄政王，参见大殿下。平身。今日前来，可有要事？臣前来，只为朝局安稳。若摄政王真心辅佐大帝，蒙家愿全力支持。白袍青鸾与将军皆是苍兰栋梁，恳请父皇恩准，任命白袍青年为御史大夫。玄甲将军全权负责全国灵军调度，守护苍兰江。准。臣定死守苍兰疆土，调入好全国灵军，不负大帝与摄政王所托。客气了。往后我们同心协力，共护苍兰盛世。苍兰必能安稳昌盛。往后朝局之事，便全权托付给你打理。儿臣遵令，定不辱使命，尽心辅佐父皇，整顿朝局，共创苍兰盛世。臣定当竭尽全力，辅佐殿下推行新政，稳固朝局。臣力配合摄政王，效忠大帝，效忠苍兰帝朝。众卿平身，往后各司其职，尽心尽责，不负父皇所托，不负苍兰百姓。今日当予以处置。今日这一刀是在敲打我们这些老臣。
17殿下，你虽掌摄政之权，却也不能随意加罪。那位大人事先并无大错，还请摄政王从轻发落。是啊，摄政王，淳于大人乃是大殿下老师，处置过重，恐失人心。屡次妄议分封，违背国策，抗拒摄政应得。属下令。冤枉！臣遵令。灵域长城需每月足额发放灵晶粮饷，缺口较大。当州赈灾粮已筹备10万石，满足前时，臣等未敢擅自决断。灵域长城乃是苍蓝屏障，粮饷绝不能短缺。高官莫袍大臣，国库灵晶储备状况如何？能否支撑各项事宜？国库灵晶储备有限，落实各项事宜后将濒临空虚。补充赈灾物资，既解灾民之困，也避免国库过度消耗。以身作则，号召权贵出力，既解国库困境，又守仁政底线，臣深感敬佩。摄政王深谋远虑，此举既保灾民温饱，又不耗国库，臣率先出家中灵晶与粮食，臣也愿全力配合，积极捐出物资，协助落实赈灾事宜。去吧，务必抓紧落实，切勿延误灾民温饱。臣遵令。本王有一项重任托付于你，命你3月内组建新卫戍灵军，此乃军令，不容置疑。其余细节，你可自行决断。属下遵令，定3内组建完成。死守京都，与主公安全。去了吧。你是否认识灵河、凝露草等高产灵药？回摄政王，臣曾听闻此2种灵药可温和提升灵根资质与体质，可大面积种植。很好，待船只、灵晶等物资筹备到位，你便出海，寻找苍兰没有的高产灵药。属下遵令，定熟悉灵药特性，不辱出海使命。去了，做好筹备工作，等候本王的指令。属下告退。
如今国库紧张，解决财政问题全靠你了。定当尽力，不负摄政王所托，为帝朝分忧。命你2天内造出5万张基础符纸，适配民间传讯、军中防御的低储需求。计划批量售卖符纸。原来用 KPI 抽取的角色，比免费赠送的角色实力更强，这倒是个关键发现。选择获得更多 KPI， 无需免费抽取次数。要更强大的能臣良将，辅佐本王稳固朝局。苍蓝疆域辽阔，各方势力盘根错节，摄政之责果然千钧。父皇既要潜心修炼，又要巡狩四方，执掌政务，这份心力实属难得。苍蓝半之父，再加人头税0亿，百姓负担竟如此之重。可此界各国皆如此，唯有这般，才能供养灵军，稳固国力啊！地律严苛，却难禁贪墨之风。赈灾物资竟食不存一，民心难安。若非父皇帝王威压震慑，恐怕早已民怨沸腾，乱象丛生。父皇计划5次巡守，一是震慑6国残余，二是整顿吏治，警告贪官。待4大工程竣工，便减轻赋税，改善民生，防患于未然。否则，苍蓝定能更加强盛。赋税丰亩，民力透支。官员贪墨，我需寻一条两全之策，既要遵循父皇理念，要化解危机，稳固着苍蓝帝朝的江山。治国之根本，在于强国，唯有强国，方能稳固朝局。也能获取更多 KPI， 万 KPI 方能抽取那般能臣，有他们相助，何愁朝局不宁？兴新政，成效比预想中要好。正言出海寻找高产灵药，再加上售卖灵符，定然能带来更多 KPI。5万 KPI 的目标，用不了多久便能达成。
公子，门外有急报。啊，殿下，臣已提前完成造符任务，共造出12万张灵符，特来复命。做得好，提前2日完工，还多造7万张，有功，有功。这些灵符，便是缓解国库紧张的关键。你立了大功。作为殿下专属禁卫，负责殿下安全。宫中饮食、首饰、守卫等关键环节，已严格把控。很好。有你在，本王放心，务必守好各个环节，不可大意。臣遵旨。定不辱使命。灵符售卖的事，我身为摄政王不便出面。左丞相身为父皇近臣，由他出面，定能将灵符卖得高价。传本王命令，备便装，本王要微服前往李彦府中。殿下，车马已备妥，臣愿随殿下一同前往，护殿下周全。好，此次微服只你明随，其余禁卫暗中随行即可。定护殿下万无一失。摄政王手段强硬，能不慌？我过往立场微妙，会意我。这摄政之权，实在令灵异。记住，府中所有人不得私下议论内卫，更不准随意称其摄政王。老奴谨记丞相吩咐，定当约束府中众人，绝不敢有半分差错。他心中满是纠结与不安，既敬畏那人的权势，又猜不透对方心思，更怕引火烧身。大人，大事，大事不好了！何事如此慌张？丞相，不好了！
摄政王亲自到访府邸了。他怎么会亲自来？难道是来清算我过往依附浮光的立场？这下糟了，不敢有丝毫拖延，只能立刻前去迎接。这还是你首次如此正式称呼本王为摄政王吧？摄政王说笑了，臣此前是不敢唐突。本王此次前来，并非为了追责，不过是溜达溜达，随处溜达转转罢了。摄政王请，臣陪您四处看看。这边请，庭院内的花儿正开的呢。徽官官袍男人好雅致，这府邸园林布局精巧，百花齐放，景致真是漂亮。摄政王过奖了，不过是些寻常景致，难入摄政法眼。他到底是什么用意？迟迟不说明来意，这般陪着他，真是如坐针毡。前面有凉亭，您可歇息片刻，老奴去奉茶。也好，便去凉亭坐坐。本王问你，如今苍兰的国力究竟如何？回禀大人，属下不敢隐瞒。回摄政王，如今苍兰国力整体强盛，百姓安居乐业。只是近期推行新政，筹备各县事宜，国库略显紧张。本王问你，如今苍兰国力与周皇朝巅峰时期相比如何？如何？殿下，苍兰灵军战力远超当年周军，收军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灵军战力，本王知晓。本王君问的是综合国力，而非单单战力。臣有罪，你不必忌惮，直言便可。本王赦你无罪。似乎大帝对朝局的掌控，臣不敢妄言。本王明白你的顾虑。今日你我对话，绝对保密。本王绝不向父皇禀报。本王要的是真话，
你放心，直言。殿下明鉴，若论综合国力，苍兰不及周皇朝巅峰时期的一半，尤其是民生、文化、教化方面，差距尤为明显。你能直言，难能可贵，不愧是左丞相。本王再问你，商演变法与吕氏制药，哪一种才是苍兰真正的强国之路？削弱贵族势力，推严苛律法与军功制，能快速增强战时需求，契合当地统一六国的需求。斗胆进言，苍兰如今已统一，应在大帝定下的律法基础上，统一法度，规范吏治，方能定国成威。起来吧。臣遵旨，鞠躬瘁，辅佐殿下，稳固苍兰江山。摄政王请讲，臣定当尽心竭力，不辱始王分忧。这是灵符，可用于日常传讯与基础护身防御，亦能满足军性使用。这灵符竟如此轻薄便携，此等实用灵具，造价想必不低吧？恐难以批量推广。高官官袍男无需担忧，一卷灵符约莫50张，半领便可制成。造价低廉，比同类传讯护身法器便宜数倍，还轻便实用啊！让我知晓灵符，定然是想让我主持售卖，开辟财源，充盈国库。看来高冠南已然明白本王的用意，你可去少府司找才哲领取新的货源，无需担心灵符供应不足。臣叩谢信任，定不辱使命，妥善负责灵符售卖事宜。免礼，本王相信你的能力。臣定当全力以赴，开辟新财源，充盈国库，助力摄政王稳固朝局，绝不辜负摄政王的信任与托付。让苍兰愈发强盛。恭喜宿主收服治国能臣，获得 KPI 100点。竟有500 KPI， 此人果然能臣，太好了！若能收服几位重臣，既能助我整顿朝局，也能攒够 KPI。改道，本王要去拜访那位李将军。臣遵旨。
祖父，听闻摄政王推行新政，整顿朝局，年轻有为，孙儿真想出去见见他。放肆！摄政王岂是你能随意想见的？你安分留在府中照顾我，不许晚出惹祸，免得王家被卷入朝堂纷争。祖父，我只是好奇而已，不会惹祸的。如今朝堂暗流涌动，不可大意。嬴浩手握摄政大权，我需避其锋芒，保全王家。父亲，摄政王嬴浩亲自到访，已到府门外，点名要见您。我已然告病闭门，不便见客，你代替我出去招待，务必小心应对。摄政王亲自登门，孩儿代替招待。无妨，只要不违背大帝旨意，不损害王家利益。无论他提出什么要求，只要不触碰这2点，都可先答应下来。孩儿遵旨，定小心应对，不辜负父亲所托。好了，你去吧。记住我叮嘱的话，莫要出错。孩儿明白，父亲安心休养，孩儿这就出去迎摄政王。祖父，摄政王亲自来见您，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休要多问，不许再胡思乱想，更不许出去。祖父放心。殿下驾临寒舍有失远迎，还望殿下罪。大人不必多礼。本王听闻府中老将军，特完老将军抱恙，特来探望。人如今在何处？劳殿下挂心，家父病重卧床，不便起身迎客，特命前来招待殿下。原来如此，先进府再说吧。殿下请。府中已备好茶点，臣陪殿下入府歇息。王将军劳苦功高，如今病重，本王心甚忧，可否让本王自前去探望？回摄政王，大夫再三叮嘱，家父病重需静养，不可打扰，恐影响病情谅解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烦请你帮本王找几个人。这灵簿上有萧万长、韩天旭等人的姓名与籍贯，务必得找到他们。臣遵令，定当尽心寻找，妥善安置好这些人，不负摄政王所托。
守护苍蓝，我心中万分敬佩，盼您早日康复，与我一同稳固朝局。本王稍后会派人送珍贵灵材前来，助力王将军养病，早日痊愈。臣代家父谢摄政王恩典，王家上下感激不尽。父亲，摄政王让孩儿找萧万长、樊固、韩天旭等人。摄政嘱托，务必妥当安置。记住，记住，王家对摄政王不攀附，不得罪。车里那位看着也没那么可怕。家里人怎么那样忌惮他呢？何人跟随？住手！莫要惊扰了姑娘。本王并无恶意，不知姑娘芳名？这般模样，定是王家那位孙小姐。暗中调查那位姑娘的喜好，莫要惊动府中的人。遵旨。或许能化解王家的戒备。今日设宴，承蒙各位赏光，在此谢过。实则是有一件好物向各位共享。大人客气了，不知是什么好物，竟值得亲自设宴。唯有诸位大人相深，才配拥有这般好物。诸位请看，这便是灵符，日常传讯，简单防御，二者兼具。灵符轻便易携，使用便捷，日常出行、基础防护皆可适配。比灵简好用多了，也轻便不少。前世未断。这灵符乃是灵造秘制，产业稀少，本次仅拍卖20张。今日便以拍卖方式售卖，价高者得，价合者得。这是如何是好？10灵币1张，我要5张。20灵币1张，我要10张。60灵币1张，这20张我全要了。灵符后续还会量产吗？定价多少？诸位见谅，此事臣不知晓，需听摄政王吩咐。
摄政王，灵符拍卖已结束，20张1200灵币成交，单张卖到60灵币。哦，竟卖到60灵币一张，这定价是否太过离谱，并非合理价位？回摄政王，此高价是贵族竞价所致。朕知晓了，此事你处置得当，无需自责。起来吧。谢摄政王体谅。如今拍卖落幕，臣结合贵族购买力与国库需求，提议定为20灵币一张。定价过高，不利于长期售卖。本王决定，灵符最终定价为10灵币一张，兼顾收益与流通，方能长久充盈国库。下官参见王爷，参见丞相大人。典礼，青袍官员立刻汇报灵符储备。现有9万张巨灵符，2万张清尘符。加快低阶修士吸纳灵气，清尘符解除衣物，居所尘污。醒神符提神醒脑。臣建议先不卖清尘符、醒神符，优先售卖巨灵符，再出另外2种，保障国库持续增收。此提议甚佳，就按你说的办。高官文臣，灵符售卖之事，本王全权托付于你，务必规范流程，确保收益上缴国库。臣叩谢您的信任，妥善办好售卖事宜，不负所托。起身吧，首批巨灵符你带走。臣遵令。即刻回去筹备，区绝不耽误半分。那个逆贼，身为古寒州贵族后裔，曾参与谋逆大案，绝不能留。本王已下全国通缉令，既能震慑乱党，也能稳固朝局。字模已接近完成，不日便可投入使用。做得好，活字灵印可提灵符量产效率，助力后续售卖。全凭摄政王指点，臣已同度研发出灵钢，质地坚硬，可制作灵具。不错，灵钢用途广泛，可装备灵军，对稳固朝局大有裨益。臣正探索黑灵火制作之法，可提升灵符品质，锻造灵钢。只是缺少核心原料。制作黑灵火需大量消灵石为原料。摄政王，消灵石产地分散，如何寻找？天宫炼丹师常年与灵才打交道，大概率知晓消灵石产地，可从他们入手。你继续推进研发，本王即刻传召，召集所有炼丹师前来议事。立刻去召集所有炼丹师。
属下在领。传本王灵诏，请天宫所有炼丹师前来议事，不得遗漏，即刻执行。属下遵令，确保所有炼丹师准时赴会。兵力部署需再细化，护卫之事滴水不漏。末将领命。如今你统领800嫡系卫戍灵军，加本王培养的500暗卫，管好这支队伍，应对各类突发情况，不可有失。属下遵令，定当严加职守，绝不有失。摄政王突然召见我等只管炼丹，未设朝堂。摄政王行事有度，此次恭请定是有求于我等，谨守本分即可。臣等摄政王千岁千岁千千岁。本王需大量消灵石为原料，各位常年炼丹，最熟灵材产地。摄政王，不知协作有何条件？我等定尽力相助。提供消灵石产地线索者，赏丰厚灵晶；带队找到矿脉者，赏上千灵晶，良田100亩。阁下诚意满满，臣愿全力相助，寻找消灵石产地。研发黑灵火与灵钢可强我苍蓝，我等义不容辞，愿尽绵薄之力。此事非同小可，需从长计。我等已查明，线索指向西北，确凿不疑。正是与古籍记载相符。我处亦有此印证，可详物印证。臣曾在西境炼丹，听闻当地山谷有消灵石产出，只是未曾亲往山谷。臣早年在南路灵林，曾偶然采得消灵石，想必那里有矿脉。很好，有各位相助，寻找消灵石便能事半功倍。本王多谢各位。属下在。妥善安排各位炼丹师食宿，备好充足灵晶与探查物资。派侍卫协助整理线索，排查产地，配合各位开展工作。属下遵令，定当周到安排，全力配合，不耽误事宜。摄政王体恤，臣等定全力以赴，早日找到消灵石，不负所托。臣等定不负摄政王所托，须岁是所托。各位务必注意安全，此行凶险，切不可掉以轻心。探查之路辛苦，各位切记注意安全。摄政王放心，属下已吩咐属下全程护卫，配合各位完成探查任务。去吧，本王等候各位的佳音。
此地灵气过动异常，需速查元亏。此处应有异气，亦非查法动。确实如此，此物可助我们一探究竟。甚好，获取人才，抽取能臣便更有敌。莫非有喜事？属下看您神色格了欣喜。无事。出海事宜，预计5日便可出发。让他务必寻得灵核、凝露草等高产灵药，助力新政推行。是。另外，王万灵、李本根的任务，你多留意，看看2人进展如何。属下明白，定当及时禀报2人动向。奉摄政王之命，生然相入苍兰城。摄政王，莫非大帝已然驾崩，摄政王篡位掌权？大帝只是闭关修炼，摄政王总领朝局，辅佐大帝稳固帝朝。是在下失言，还请海涵。有劳，还请尽快，莫要耽误行程。这位公子，在下愿随诸位一同前往苍兰城，恳请应允，恳请应允。抱歉，我需严格按名单执行，不敢擅自增加随行人员。你暂且留在沛乡，若我能受到重用，定会在摄政王面前举荐你。既然兄台如此说，在下也只能暂且留下，静候佳音。摄政王通缉反苍兰人士张道衡，活捉者赏5万灵晶。道衡线索，及时禀报当地官员。大人，这张道衡是什么人？为何要通缉他？张道衡心怀反苍兰之心，通缉他是为了稳固苍兰安宁。我此去城中，定尽力辅佐上位者。你们在家中好自己，好生料自己。等着我，待我站稳脚跟，便接你们前往苍兰城团聚。为何只征召他们？我也有辅佐朝局的心意啊。莫急，我定不会忘了你，静候我的消息。保重，勿念，等我回来，照顾好自己。到了吗？赏5万灵晶，活鸾灵士张道衡。楚卓反苍兰人士，逗蜡男人。
就是当年行刺大地的古寒州鬼祖。这悬赏金额可真高啊！不好，竟如此大动干戈，此地不宜久留。这人背影怎么这么像通缉令上的张道衡？方才走的那人，就是通缉令上的张道衡。悬赏5万灵晶啊！那是自然。晚上召集人手，去他临时住处抓他。好，我这就去联络邻里，晚上一起行动，千万别让他跑了。放心，他刚走，肯定没走远。我们今晚就动手，定能抓住他领赏。他们追来了。我已逃亡8年，前3年昼伏夜出，近5年隐居于此，竟还是被打破了安稳。这是要赶尽杀绝！老丈，请问您可知晓，此地有一位名叫韩天旭的人？韩天旭，没听过，倒是有个傻子，终日看蚂蚁打仗。老丈，那傻子是什么模样？平日里都在何处？就在村东头的老槐树下，长得文弱，整天抱着几卷书，旁人都笑他不务正业。人呢？怎么会没人？公子，四处都找过了，没有找到符合描述的人，想必是离开了。唉，这人隐居的如此隐蔽，想要找到他，真是难呐。各位兄弟，今晚咱们就干一票大的。大家听掌柜的，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了。今晚抓住道衡，5万灵晶我们平分。放心，我们一定全力以赴，抓住当赏钱。大家动作轻一点，别打草惊蛇，一定要活捉他。没错，活捉才能拿到全额悬赏。等天黑，我们就出发。他在渭南遍访乡邻，终于找到知情的老农，连忙上前问讯。此地有一人，不知他如今身在何处。老人所问何人？老朽在此耕作多年，村之事略知一二。那孩子就是个傻子，不耕不种，不农不商，居无所却不乞讨。哦，傻子，他平日里都在何处活动？有什么喜好？在村西头的河边，整天啥也不干，就喜欢蹲在地上看蚂蚁。多谢老丈，随我前往村西头河边。
此人便是那隐士。放着鱼不钓，盯着蚂蚁看，果然是香菱口中的傻子。大人说笑了，蚁群列阵，自有乾坤，非愚人能懂。我奉摄政王旨意，召你入天宫，辅佐朝政。摄政王，摄政王召我这乡野村夫辅佐朝政。正是，摄政王慧眼识珠，知晓我你有奇才，特命我前来征召，速随我动身。既然是摄政王相召，我愿往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即刻动身，莫要耽误了行程。大人稍后，蚂蚁列阵未分胜负，我需关罢再行。你这性子，罢了，我便等你一炷香，过时可就不等了。好了，蚁阵胜负已分，我们可以动身了。侍卫，备马，即刻启程前往苍兰城。灰衣青年，此地是你的故土，此次前往苍兰城。故土虽安，却无施展之地。走吧。你带2人前往周边府衙，张贴告示，缉拿那名反苍兰人士，务必在3日内将此人缉拿归案。属下遵令。你即刻动身，以800里加急，将张党的通缉令通告全谋。属下遵令。摄政王果然不简单。灰衣青年到了苍兰城便知，摄政王慧眼识珠，定能让你施展奇才。丹药储备如何？朕闭关多日，速去清点禀报。回大帝，丹药储备已略显不足，炼丹师们正协助摄政王寻找消灵石。消灵石，他们寻找消灵石，所谓何事？回大帝，炼丹师们寻找消灵石，是为了协助摄政王研发黑灵火与灵罡，强国力军。
东爷托付监国大权，便知他忠心为国，断不会胡作非为。摄政以来，推行了哪些举措？一一禀报，不可遗漏。回大帝，摄政王牵头，王公权贵捐献赈灾，安抚流离百姓。那名博士妄议分封，朝中已依法处账。身为楚国国君，弑君篡位，内政昏乱，天下耻笑。当以傅志芳为戒，自省自警。傅志芳庸碌无为，终致亡国。大帝以其为戒，实乃苍兰之幸。浩儿处置淳于显才，维护中央集权，与朕的心意不谋而合，朕甚慰。赈灾实况，务必详尽。会议进士，赈灾以权贵捐献为主，百姓反响如何？大帝，摄政王赈灾举措周全，物资尽数放至百姓手中。也感念大帝圣明。口说无凭，朕要亲眼看看百姓的真实评价。速去，将当州的民情呈上来。属下遵令。御前进士转身快步离去，前往取民情陵部。他静坐殿中，心中对黑袍王者的信任愈发深厚。这符咒可保平安，今日特价。真的吗？那给我来火力。这些孩子，是啊，这日子过得真好。这灵钢锄头比铁的耐用3倍，种地省力多了。石灵璧的传讯符，走亲戚传讯符，再也用跑断腿。路过不要减价，低阶修士修炼必备，童叟无欺。今日特价，数量有限。有了醒神符，乘客再也不打瞌睡啦！朕闭关数月，见苍兰日新月异，甚感欣慰。回大帝，国库充盈3倍，赈灾2款全数发到位。灵钢炼制之法已臻成熟，黑灵火炼制之术已全面攻克，可尽数我苍兰大军。带回灵河、凝露草。南方示众亩产翻倍，翻倍。要犯已被擒获，京都治安空前稳定。立志整顿万弊，查处贪腐37人，朝风清正。北境边防已部署妥当，关隘要塞固若金汤，蛮族不敢越境半步。大帝圣明，摄政王英明，苍兰万年。
你以民为本，励精图治，远超所期。儿臣只是尽本分，全靠父皇信任与众卿同心。即日起，帝朝军政大权尽归摄政王执掌。朕将潜心修炼，只在国本动摇时出手。儿臣定不负父皇与百姓所托，守好苍兰万里江山。主公，如今苍兰国泰民安，您终于可以稍作歇息了。强苍之路永无止境。阶段性强国目标达成，奖励 KPI 10000点，解锁名臣卡池。要让每一个苍兰百姓都能吃饱穿暖，学有所教。要让苍兰的旗帜插遍每一寸属于我们的土地。末将愿永远追随主公，见证苍兰盛世。